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在六都买房变得这么困难，以及桃园市首创的可负担住宅是否能带给年轻世代一丝希望。六都指的就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这6个台湾主要都会城市。在这些地方买房，对许多年轻人而言几乎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买房变成一场难以通关的魔王级挑战？我们又该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先来看看现今六都房价的现况。近年来，房价犹如坐上火箭，一路飙升，远远超过薪资涨幅。很多长辈常说，他们年轻时努力存个几年就能买房，但如今年轻人就算苦干实干20-30年，可能连头期款都凑不出来。在台北市这样的一级战区，一坪房子的价格可能就要你1年的薪水。有统计显示，在台北市，一个家庭平均要花上15年以上不吃不喝的收入，才能买得起一间房。而即使是在房价相对较低的桃园或台南，也往往需要7-8年的所得。想想看，人生有几个15年可以让人去存钱买房？更何况，大部分人还得一边付房租，一边生活开销。真正能存下来的钱少之又少，房贷负担率这个指标更凸显了买房的沉重压力。所谓房贷负担率，就是每月还房贷金额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在健康的财务状况下，这个比例不宜超过30%，否则生活品质会明显受到影响。然而，在六都，这个比例普遍偏高。台北市的家庭平均要拿出超过60%收入来还房贷，新北、台中也都超过50%。想象一下，每个月薪水刚入账，就有一大半立刻飞进银行的贷款账户，留下的钱还要支付所有生活开销，这日子能不压力山大吗？难怪有年轻人戏称，买房后每天吃土，月底吃泡面都成家常便饭。也因此，越来越多年轻人干脆选择放弃买房梦，调侃自己是无壳蜗牛，像没有壳的小蜗牛一样，背着沉重的工作压力，却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家。问题出在哪里呢？首先，低利率时代和充沛的资金让房地产成了投资客眼中的香饽饽。过去10几年，台湾经历了一波波房市热潮，许多人投入炒房行列，有土斯有财的观念根深蒂固，房子仿佛不再只是住的地方，而变成了赚钱的工具。手上有点资金的人，不是去买预售屋等升值转卖，就是一口气买进多户拿来收租，坐等房价上涨。对投资者来说，房价涨越高越好，但对想买来自住的年轻家庭而言，这无疑是噩梦。当市场上充斥着投资和炒作，刚需族群只能望房兴叹。在台湾坊间还流传着软男不炒房的调侃，意思是谁不去投资房地产，谁就是不懂赚钱的傻瓜。虽然只是玩笑话，却折射出社会对房产投机的默许与纵容。当然，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居住问题的严重性，从中央到地方，近年来陆续推出了一些措施，希望让房市回归理性。一方面，有课征囤房税、实价登录 2.0、房地合一税等财税手段，企图打击炒房行为。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新建社会住宅，提供青年首购贷款优惠，希望减轻年轻人的居住压力。社会住宅是政府或公营单位新建的出租公寓，以低于市场的租金出租给符合资格的民众，租期有限，旨在协助低收入户或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暂时安居。然而，社会住宅有2个问题：一是数量远远不够，供不应求，抽签中签如同中乐透；二是无法长期居住，通常最多租个6年、9年就得搬离，无法真正解决一辈子的居住需求。对很多人来说，社宅比较像是一个中继站，最终还是希望能搬进属于自己的房子里。除了社宅，台湾早年也推行过所谓的国民住宅，简称国宅。国宅是政府新建或辅助新建的平价出售住宅，在民国70、80年代曾经供应不少平价房源，让许多收入中等的家庭得以购屋上车。国宅最大的特色是价格低于当时市价，而且初期禁止转售或有限制持有年限，但这类买断式国宅通常在持有满一定年限后，就开放屋主依市价在市场上转卖。结果
很多国宅一解禁就被原屋主高价卖出，房子又回到了自由市场的漩涡中，价格也水涨船高，原本平价的国宅最后还是变成了另一批人的投资标的。可以说，国宅帮助了一部分家庭买到了房，但长期而言并没有留下永续的平价房屋存量。那么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能够让符合资格的民众买得起房，又确保这些房子长久维持平价，不会很快被拿去牟利炒作呢？这正是桃园市最近抛出的一项创新政策，可负担住宅试图解决的问题。桃园市政府在2025年底宣布，全台首创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可负担住宅制度即将在桃园试办。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各界关注。有人好奇，可负担住宅是什么？跟一般买卖房屋有什么不同？有人质疑，每坪2字头的价格可能吗？政府不会赔本吗？还有人关心，买了以后要是不要了怎么办？难道真的不住了，只能卖还给市府吗？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来看看这个新鲜出炉的可负担住宅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简单来说，可负担住宅就是政府提供给特定对象，以平价购买、长期自住为目的的房屋。它介于社会住宅与传统商品住宅之间，具有购买而非租赁的性质，但同时带有政府管制的色彩。我们可以把它的特色归纳为8个字：买得起，住得久，不能炒。买得起表示售价设定在一般收入家庭可负担的范围内，住得久代表不限居住年限，买下来可以一直住下去，甚至可继承给子女。不能炒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这房子不能拿来炒作投机，因为你未来若要卖，只能卖回给政府或指定的公部门，而不能随便卖给市场上的任何买家。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政府等于在房市中开辟了一块结界，让这些房子只在结界内流通，不受市场狂风巨浪的影响。我们先从大家最关心的价格说起。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目标售价是每坪2字头，注意，这里指的是每坪单价20几万元上下，而不是坊间笑称的每坪2字头2块钱的谐音梗哦。20多万一坪是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在桃园某新兴重划区，现在一般新建案可能开价每坪40万甚至更高。如果有一间可负担住宅也是在那附近，每坪却只要25万左右，那等于是打了5折还有找。以一户30坪左右3房2厅的公寓来说，市价可能动辄1000万以上，而可负担住宅总价则有望压在700万上下，700万左右买到新房子，在现在的6都房市中几乎难以想象。但桃园的这项政策就是瞄准了这个价位带，让双薪的小资家庭也有机会负担。可能有人会问，政府凭什么这么大方卖你便宜一半的房子？难道天上真的会掉馅饼吗？其实其中大有学问。桃园市政府并不是做善事赔本大拍卖，而是运用了巧妙的都市计划手段来取得这些平价房源。举个例子，桃园锁定在机场捷运 A20、A21 站以及中立体育园区等几个大型开发区试办可负担住宅。在这些新开发区里，市政府规定，未来开发案若基地面积超过一定大小，例如1500平方公尺以上，建商就必须捐建一定比例的可负担住宅给市府。换句话说，政府用增加建蔽率、容积率等优惠，鼓励建商多盖一些盖好的房子，其中一部分以成本价交给政府，由政府来贩售给符合资格的市民。这种做法就好比玩电玩时跟 NPC 交易，政府给开发商一些好处，例如容许盖更多楼层卖给一般买家盈利，换取对方提供几户平价屋作为交换。对建商而言，只要计算得宜，赚钱的部分依然赚得到。对政府和市民而言，则多了固定产出的平价房屋。不仅如此，桃园市府也强调，可负担住宅在施工建造和品质上，会透过都市设计审查把关，确保跟一般商品住宅没有差别，不能因为便宜就给年轻人住不好的房子。这点政府会盯紧紧，品质要与一般社区住宅大楼无异，年轻人买得安心，住得也要舒心。买得起解决了，那住得久怎么体现呢？社会住宅有租期限制，
但可负担住宅不同，你买下来就拥有完整的房屋和土地权，可以长期自住，没有年限的压力。屋主还可以将房子留给子女继承，让一户平价宅邸成为安身立命的长久依靠。政府希望透过这种方式，让年轻家庭有个扎根的地方，不用总担心几年后被迫搬迁，也不用每年面对房东调涨租金的心惊胆战。而且买房跟租房一大差别在于心理安定感，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哪怕小一点，通勤远一点，心里踏实的程度也不同。有了自己的家，年轻人才有更大意愿规划未来的人生，例如安心生小孩，在社区经营人际等等。说到生小孩，桃园这次的可负担住宅政策还特别和鼓励生育挂钩，把资源优先提供给有育儿需求的家庭。依照桃园公布的申购资格，年龄限定在25岁至44岁之间，而且优先供给已婚且育有未成年子女或怀孕中的青年夫妻。简单来说，就是锁定了年轻的三口之家或准父母族群。为什么要这样限定？因为台湾目前正面临严重的少子化，生育率连年探底，几乎是全世界最低之一。年轻人不生小孩的原因很多，其中买不起房、不敢生是常被提起的一点。试想，一对小夫妻，两人加起来月收入可能不到10万，若还要花大半收入租房或背房贷，哪里还有余力养育孩子？很多人在没有自己的房子前，就觉得不敢生、不想生。因此，桃园把住宅政策含生育鼓励结合，目标就是一石二鸟，既协助年轻家庭解决住房问题，也间接降低他们对生育的顾虑。毕竟，当你手上有间稳定的房子，小孩至少有房间睡，有社区公园可以玩，当爸妈的心态会踏实许多，或许生儿育女的念头就更敢付诸实践了。再来谈资格和贷款门槛，桃园市府设定了一个甜蜜收入区间，也就是符合购买可负担住宅的家庭收入标准。根据初步规划，夫妻合计月薪约在8万5千元到12万元之间的家庭可以申请购买。这代表什么？如果夫妻双方各自月薪4万多到6万左右，大概就符合条件了。为什么要有收入下限和上限呢？太有钱的人当然不在目标范围，人家自己有能力买市场上的房子，就别来和小资族抢名额了。而收入太低的家庭，政府担心你即使买了房也背不起房贷，可能压力过大，因此还是建议去申请社会住宅或租金补贴等资源比较实际。这个收入标准其实颇有巧思，下限确保购买者有基本偿债能力，不会买了房自己生活陷入困顿，上限则确保资源给到真正需要的人，而非让年收入数百万的中产甚至富裕家庭来占便宜。当然，申请者还必须符合无房条件，也就是目前在台湾境内没有登记其他房产，可负担住宅采线，定制用一户原则，你一家人名下只能拥有这么一间。未来如果经济能力提升了，想再买第二间房投资或换更大的房子也可以，但是前提是你得先把这间可负担住宅卖回给政府，腾出名额让给下一个需要的人。政府不允许有人一边住着平价的可负担住宅，一边又去市场上买第二栋房产当包租公，这样等于变相占用资源，所以制度上堵死了这条路，确保申请人是真正自住的首购族。讲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可负担住宅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去商品化。桃园市都发局长形容，这种房子要让住宅脱离投资逻辑，回归居住本质。它不是拿来让人低买高卖牟利的，而是一种封闭式居住选择。房子只提供给有需要的人居住，不成为投资市场的筹码。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转售仅能回卖政府，不能随意转手他人，也不能拿去出租赚价差，因为政策目的就是让你自己住的。如果买了不住，摆着空屋不行，租给别人更不行，那还不如干脆卖回给政府，让下一个愿意自住的人来住。这套机制等于从制度面彻底斩断了投机的念头，没有公开市场可以卖，自然没有所谓赚差价的空间。或许有人觉得，我好不容易买了房，为什么不能卖给谁？卖多少是我的自由。这里就要转换观念，如果选择买可负担住宅，就意味着你接受房子不是拿来赚钱的，
而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场所。政府充当了某种守门人的角色，让房子从商品变回了公共财的味道。那这样的房子未来转售价格怎么定？毕竟人生难免有变数，也许10几年后你因工作变动要搬离桃园，或者家里人口增加需要换更大的房子，就得把这间卖掉。刚才说了，卖只能卖回给政府或政府指定的单位。桃园市设立住宅发展中心来统筹卖回去的价格，政府会有一套严谨的估价机制，大致上会参考当时的物价指数、房屋折旧等等。简单理解就是原价加上微幅通膨调整，不会让你赔钱，但也不会让你大赚一笔。举例来说，你当初买进700万，住了10年后通膨累积了 10%， 那卖回去可能就是约770万左右。这只是举例，实际计算可能更复杂，但方向如此。也许涨幅远远比不上同期市场上一般房子的涨价幅度，但别忘了，你这10年每个月缴的房贷其实都在替自己存钱，最后还本的那部分会一并回到你手中。相比之下，假如你这10年选择去租房，每月付出去的钱可是一去不复返，最后什么都攒不下。可负担住宅的创意之处就在于把年轻人的月租支出变成了一种强迫储蓄。等到10年、20年后，当你的经济状况比年轻时改善了，想换更大的房子或搬到其他城市发展时，你可以把这间卖回给政府，拿回一笔本金，再加上一点点增值，这笔钱就成了你下一间房子的首付。就算可负担住宅本身没让你赚到资本利得，但至少保值增值跟上通膨，不至于缩水。可以说它是一个让年轻人资产从0累积到1的踏板，有了1的资本，未来才有机会往2、3、5、10慢慢成长。或许有人又要问了，真的会有人愿意买这种不能升值大赚的房子吗？毕竟台湾人习惯了买房，不仅是为了住，更是为了投资和留给子孙。不少父母辈买房时最期待的就是房价翻倍，感觉买房才是最稳当的理财。但正因为大家都这样想，房子才涨成天价，变成压垮年轻世代的巨石。现在桃园端出一个新思路，退一步，房子就只是房子，不是印钞机。对某些人来说，一开始心理上可能有落差，毕竟赚不到好像吃亏了。但换个角度，这反而是帮你规避了风险。试想，如果未来房市泡沫化崩盘，你买的一般房子可能大幅贬值，资产蒸发，但你买的可负担住宅因为原本就没跟着市场疯涨，政府又保证适度回收，你反而较有保障。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房市崩盘这种事，可是居住正义与资产增值有时确实难两全。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有土斯有财，观念延续数十年，要一下子改变并不容易。或许刚开始推行时，一些民众会抱着观望态度，到底值不值得买，会不会日后吃亏，这都需要时间去让大家理解接受。不过可以预期的是，对那些原本就完全买不起房的年轻家庭来说，如果抽中了可负担住宅名额，至少能减轻非常非常多的压力。有个自己的家，虽然不能靠它致富，但也不至于让你倾家荡产。这样的选择其实相当务实。当社会上越来越多人认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整体房市风气也会逐渐改变，回归理性平稳，这对国家长远发展是有益的。说到这里，我们也来看看国际上的经验。其实像桃园这样的可负担住宅模式，国外早有成功案例，最典型的莫过于新加坡。新加坡政府的组屋 HDB 就是全球知名的平价住宅典范。全新加坡有将近80%的人口居住在政府新建的组屋里。新加坡组屋的特点和桃园可负担住宅非常类似，政府新建出售，售价在居民可负担范围，购买资格有限制，比如只有组成家庭才能购买，一开始单身还不行，后来稍微放宽，买家需要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并在当地居住满一定年限等。更重要的是，主屋的转售和出租都有严格规定，新加坡也不允许新买的主屋马上拿去卖，通常要持有满5年，且转售对象也有限定，只能卖给符合条件的下家，而且政府有监管。结果
新加坡成功的让绝大多数家庭在合理负担下买到了自己的房子，同时有效抑制了房市投机。房子在那里不太容易拿来炒，大家就比较安心居住，住房体系高度稳定。除了新加坡，欧洲一些国家如奥地利的维也纳也有著名的社会住宅和合作住宅制度，政府或非营利机构掌控房源供应，透过转售管制或长期出租，让城市里各阶层都有房可住，租金房价维持平稳。甚至在美国、英国也有所谓社区土地信托或共有产权住房的概念，房子的产权由个人和政府、非营利组织共有，个人只能拥有和居住，不能随意处置全部产权。未来卖的时候，收益也部分返还或受限。这些做法虽各有不同，但核心精神都和桃园可负担住宅类似，透过制度设计压制投机，使住宅价格维持在可负担水准，保障居住权。国外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信心，但能否完全复制到台湾还有待观察。台湾社会在房地产问题上有其特殊的脉络和挑战，比如刚才提到的民众理财观，长期以来不少人把买房当作毕生财务目标和投资手段，要他们改变想法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另外，台湾的建商和房地产从业者势力庞大，他们对市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桃园这个政策刚推出时，其实也有人替开发商捏一把冷汗，要求建商无偿提供部分住宅给政府，会不会让开发商没利润，进而降低投资意愿？不过，桃园市巧妙之处在于用奖励容积来平衡开发商的损失，所以业界反应目前看来还算正面，并未出现强烈反弹。再者，可负担住宅毕竟是针对特定族群和区域示范，数量相对有限，不会一下子冲击整体房市行情。对一般房屋持有者来说，无需担心自己的房价会因为政府卖平价屋而崩跌，因为两者根本不是在同一市场体系竞价。同样地，对想买一般房的人而言，也不会因为有可负担住宅就立刻少花好多钱，因为能买到的人毕竟是少数，需要符合严格条件，还要抽签中签，有点像中签特殊乐透。而对真正符合资格、渴望一间容身之所的年轻家庭来说，可负担住宅的出现无疑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微光。目前桃园市的规划是这样的，第一波可负担住宅推出约108户，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释出申购。这批房源其实是桃园航空城计划中用来安置拆迁户的住宅，所剩余的单位，政府将之以成本价推出市场，作为可负担住宅的起跑点。这108户房子都已经盖好，位于机场捷运沿线，例如 A11 坑口站、A18 高铁桃园站附近的一些7到10层楼公寓，2房到3房的格局，坪数约23到35坪，公共设施比约3成出头。以其中一户33坪2房型来看，总价大约落在670万到690万之间，折合每坪单价20万出头，跟我们前面提的目标价带相符。这些屋子由于原本是政府主导兴建，所以才能用成本价卖出，相当具有吸引力。当然，108户远远无法满足桃园所有需要的家庭，所以第二波的计划已经在筹备，未来3到4年内将陆续在前述的桃园机捷 A20 中立新南站、A21 中立环北站站周边，以及中立体育园区一带，透过刚才说的建商捐建模式，提供约3000户可负担住宅，3000户的规模就相当可观了。这些房子会随着新开发案陆续诞生，目标也是每坪单价维持在20几万上下。可以想见，未来在桃园，年轻人只要条件符合，中签了就真的有机会用平价买到捷运宅，上下班通勤方便，周边又是新兴规划的社区环境，这种生活品质绝对不是过去所谓平价住宅那种鸟不生蛋地段可比的。桃园市府同时表示，出售可负担住宅所获得的资金流还会继续投入新建更多社会住宅，服务其他还买不起房，甚至租房也需要协助的民众，形成一个善的循环。由此可见，桃园想打造的是一个完整的居住支持系统，租有社宅，买有可负担住宅。当你更上层楼，也欢迎你回到市场自由发挥，但至少在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一个选项，让你不至于居无定所。
回首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年轻人在六都买房难如登天，桃园的这招可负担住宅能带来改变吗？或许它无法马上让房价腰斩，也不可能一下子让人人都有房住，但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题思路。它让我们看到，原来房子也可以退出一部分市场游戏，变成像自来水、电力一样的基本民生必需品，由政府适度干预供给，保障一定的公平与可负担性。对抽中购买资格的小家庭来说，打从拿到钥匙的那一刻起，压在心头的大石应该可以先放下不少。每月房贷不再是压垮生活的巨额账单，而更像是强制储蓄。住在自己的小窝里，终于不用害怕房东一句话就要搬家，孩子也能安稳成长。这份踏实和安全感，正是可负担住宅想带给年轻世代的礼物，一个可以真正称之为家的所在。当然，未来路怎么走还有很多课题，这场政策实验能否成功，取决于政府的执行力、市场的响应以及民众观念的转变。如果桃园的可负担住宅顺利推行，广受好评，不但受惠的年轻家庭会真心松一口气，其他县市政府也势必会受到激励，可能跟进推出类似措施，进一步扩大平价住宅的版图。试想，如果每个都会城市都能挖出一块结界领地，源源不绝地产生可负担住宅，那对整个世代的居住压力将是多大疏解。然而，我们也不能过于理想化，现实中势必出现各种挑战，也许有投机者会钻制度漏洞，也许经济环境变化会影响政策推行，也许下一任政府对此态度不同，导致调整等等。但无论如何，桃园市这一步勇敢的尝试，已经替僵化的房市思维打开了一扇窗。它让我们看到希望，房价涨再高，政策总有办法找到出路。年轻人压力再大，只要方向对了，政府愿意作为，困局也有机会化解。最后，我想说，买房并不是人生唯一的价值，但居者有其屋，却是许多人内心最质朴的愿望。当代年轻世代面对的买房困境，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每个月与高房租、高房价搏斗，每年看着存折数字跟房价差距拉大而沮丧。然而，桃园吹响的这记号角，仿佛在宣告另一种可能性的到来。或许我们不用再当无壳蜗牛，或许我们也能在城市的一隅拥有自己的小窝，而且不必为了得到它而被迫变成房奴或投机客。如果说居住正义是一条漫长的路，桃园可负担住宅就是踏出的坚实第一步。这一步走得好不好，将影响后续更多步伐的跟进。我们拭目以待，也期待看到更多年轻人在拿到可负担住宅钥匙时露出的笑容。对他们而言，那一刻或许是真正松了一口气，因为家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买房难题由来已久，但创新的解方正在路上。六都买房太难的时代，也许正因为有这些努力，未来终将有所改变。希望有一天，房子回归房子本该有的样子，年轻人不再为了一个窝而喘不过气，人人都能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安身之处，那将会是实现居住正义的重要里程碑。而这一切现在从桃园开始了，让我们为这个勇敢的开始鼓掌，也为所有为家奋斗的年轻世代加油打气，一起期待一个买房不再如此艰难的未来。